头挂一个红布条，这已经是第6个了。静梅，我们来这找谁啊？镇武堂的武师杨孝国，他是仲然的远房表哥。他也是共产党吗？对，他曾经是仲然的上级，他可能知道仲然的下落。镇武堂。师傅，有人登门求见。谁呀？姓廖，叫廖京北。廖京北，就他一个人？不，还有一个女的。去，拴到大门的门环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一个人头挂一个红布条，这已经是第6个了。京北啊，脑袋还在肩膀上扛着，不易哟。咋样？我这有酒，回头整2口。行，整2口。杨大哥，我们这次来找你是为了找……把嘴扎紧。嗯，咋啦？小国兄，这把9环大刀好刀啊，祖传的？没错。刚磨过吧？对呀。准备杀谁啊？京北啊，你这啥意思啊？你这把9环大刀的刀环上少了2根红布条，哪儿去了？少了2根，少了吗？这红布条的断茬还在这刀环上系着呢，这可是刚有人扯掉的。哎呀，这我还真没注意。我看看。哎，别急，先想想，2根红布条。你但要是挂到大门上，老兄，这就是2颗血淋淋的人头啊！你，没错，你这套把戏我懂。给刀！嗯。全体集合！是。共产党就要完蛋了，何必呢？闭嘴！你个叛徒！静梅，咱得赶紧出城。出城？下午4点钟城门上锁。你看看现在，已经是4点半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忙。杨小伙，你刚才说共产党要完蛋了，为啥？真想听？坐下说。陕西共产党的上层，老弟呀，我杨孝国比你熟悉。那是从俄国回来的几个娃，听他们，提着脑袋误撞瞎闯，革命早晚会变成胡闹。京北啊，这是死路一条啊！你要是不想死，国民党省党部，我保证有你的位置。
咋？你在省党部高就了？省党部政务处主任，7天后，我将去西安就职。我给你相个面咋样？相面，你没错，我精于此道。来，听我的，嘴张开，吐舌头，再长点，哎，眼睛往上看，再往上，这就是个死人相嘛。想去西安还是去西天？想想。哎，京北，咱商量商量好不好？打！都给我围住了！让别动！警察局姚腾飞局长，效国兄刚向我提起你的大名，幸会。兄弟，交枪不杀啊！没听懂啊？交枪！姚局长，效国兄说你屠杀共产党有功，省党部还特意奖了你一块金表，你个郎撵的挺得意是吧？咋？金表呢？掏出来！你想干啥？共产党穷，看上你这块表了，痛痛快快掏出来，快！嘿，你小子拿我当猴耍呀你！哎，这也是个猴啊？咋？你还不让耍啊？老姚，你可千万不敢乱来啊！哎呀，效国兄，你这弄啥嘛？这位省党部的杨主任，如果就这么横在你脚底下，摸摸脑袋，想一想。嘿，老姚，就是一块表嘛，给他。我这是金表啊！你摸摸你脑袋，你摸摸你脑袋，你是头猪啊！哎呀，姚局长，你这用人头换来的金表，确实是块好表。这是你姚屠夫的一团杀气，对着没？可以这么讲。可怕的很吧？你说呢？哼，没错，是很可怕。这一团杀气，不仅能吓倒老百姓，还能吓倒共产党。嗯？看着，我的表啊！你到底想咋？恕不奉陪，我要出城了。两人放了。别急啊，他得戴罪立功。等我们出了城，自然会放你。城门早已上锁，你们出不去。老兄，你那把大刀劈个城锁应该有把握吧？京北，劈锁去！走。走。别动！别动！叫什么叫？站！站！别动！别动！敬礼！秦老英雄，我代表吉干城旅长，欢迎骑兵队的兄弟脱离锦衣袖，接受国民军的改名。涛啊，我可是要饭来了。是吧？有枪的都有饭吃。有肉吃吗？我这可有个吃肉的贵人呢。
来，介绍一下，这是省党部派给我的政治指导员曹润生。廖处长，久闻大名啊！听秦队长说，你是廖京北的胞兄。润生兄的大名我也是久仰。廖处长，京北的事情听说了吧？被润生兄下令给毙了。没错。润生我是爱莫能助啊，只有向廖处长负荆请罪了。润生兄不必自责，京北是咎由自取，谁让他是共产党呢？哎呀，廖处长深明大义，佩服。不过，虽说我们是来要饭来了，这迎接的场面也过于冷清了吧？你总该杀头牛吧？杀鬼如何？润生兄的性情我早有耳闻，每至一地必以铿锵血气震慑民民鬼魅。既如此，何不直接杀鬼？润生兄，请看。枪！这鬼吗？共产党的刺客，索命鬼，他是来刺杀机长官的。此鬼该杀。临门杀鬼，比你杀牛如何？知我者廖处长。痛快！好，廖景涛，这笔血债我给你记着。好枪法，痛快，痛快！廖叔，请。全体下马，进城，请。秦队长，涛啊，我可说过了，我秦念武可是要饭来了，咱呀，这可是大事儿，咱们呐得好好的谈谈呢。念武说，你们骑兵队的军需供给，这是有保障的。放心，咱们进去谈。请，请。请。秦长官好。这位是刘建梅，我的助手。请坐。来，我来了。说，我有6年没回韩老远了，家里现在怎么样？我的那位表姐还在廖家寨吗？您跟我说说呗。涛啊，你说的是媚九吧？对，是的。她是你的婆姨，你答为你明媒正娶，你还真不认吗？说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之前没有任何感情。为了反抗这门婚事，我新婚之夜离家出走，并且远赴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。后来京北之所以报考黄埔，也是我的建议。说，媚九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，得机会你就让我劝劝她，让她早日改嫁吧。涛啊，我找你来可是交涉军务的。是吗？军需供给？对呀。
不对吧？咋？既然是交涉军务，您的那位政治指导员怎么没一同前来啊？哦，他过于兴奋，喝高了。都是杀鬼闹的。哦，叔啊，您一个人前来见我，您这心里一定藏着事儿吧？有什么话你尽管说，我对您没有秘密。真的？当真。好。涛啊，我也是刚刚听说，你的部下前些天在城里抓住了共党的一个奸细，说和刘忠然有关，有这事吗？有，但他不是共产党，是青龙会的人。青龙会？对，我的部下把他当成共党的奸细给误抓了。他掌握了刘忠然的线索？是的，他来找我，就是让我协助他密捕刘忠然。说好了，明天行动。哦，说，喝茶呀？啊，涛啊，哎，青龙会是一府一省党部的一帮恶棍，这种人千万要防着些。明天抓捕刘忠然，叔帮你搭把手咋样？万一这是个圈套，我这个老兵的枪法总还管点用吧？您的枪法，叔啊，如果在明天的行动当中，你不但一枪打死了那个密探，并且也打死了我，您的枪法，我可是防不胜防。咋？你怀疑我？哎，叔，不必说破，啊，我只想告诉你，那个密探，他已经死了。他已经死了？一枪毙命。曹仁生的枪法还行。曹仁生杀的那个人？没错，就是他。除了我和建美之外，没有人知道他是青龙会的身份，所以我以乱党分子的罪名铲除了他。只能说是天日昭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说，柳建梅的表哥，你跟他熟悉吧？谁？柳建梅的表哥？是的，他就在这儿。你们老朋友，见上一面吧。建梅，把表哥请进来。秦老英雄，您还认识我吗？忠然，忠然，廖武叔，这廖武叔，金涛和建梅都是咱自己的同志，他们俩都是在广州入的党，所以这边不知道实情。来，你们握个手吧。燕武叔好。姑娘，你还武叔高兴啊？叔，你的鬼比京北还大。叔啊，京北还活着是吧？你说呢？阎王爷敢收他吗？叔，京北呢？哦，他正在陕甘边一带找你呢。哦。小伙快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你没事吧？我这心枪拿着，站我的马。那你呢？不管，上马。准备，走。弟兄们，上马！赶紧隐蔽！
子弹不长眼！天地，呆，你听着，我是梁山伯转世的如云龙，我跟踪你们不是一天了，我知道你们身上藏着金条的，你把金条给我的弟兄们留下。你赶紧带几个人从侧面包抄过去。哎，你怎么光眼睛珠子动人不动呢？切，赶紧把刀枪不入的法咒念上，劝上。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；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；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；神灵保佑，去！神灵保佑，去！兄弟，你听着，我如云龙可是会做法的。我的呼风唤雨，发给你几个雷，10万天兵把你的皮了，你听见没有？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。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；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。刀枪不入。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；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；神灵保佑，刀枪不入。廖叔，京北那边你还能联系上吗？能成。他找不到你，也许会返回海龙源。我给海龙源那边捎个信儿，让他来义军吧。不，我和京北都被任命为咱们特委的委员。哦，今年年底，特委要在榆林召开一次重要会议。我这次从西安过来，就是要赶往榆林。如果能联系到京北，说。让他去榆林吧。成，我负责通知他。山外都转了好几个月了，刘仲然没寻见，一路上全都是飞鸽的。你瞧瞧你这个样子，那东北都是你招来的呀！我的妈！你给我拍！你给我拍！大姐，水。闭嘴！刚不给你喝过了吗？刚喝了。一抖，裤裆里尿了，还得喝。姐，你真好看。你要是不生气啊，
市里的貂蝉都赶不上你，你比他还要貂，真的。哎，你叫我啥来着？一刀划划。一刀划划？嗯。为啥？你划我一刀，我不知道疼啊。哎，不信你划我一刀。行了吧，哪有划一刀不知道疼的？你是疼的不知道疼了。这瓜娃哪像个匪嘛？京北，廖京北，我把这带娃放了吧。放了他。哦，你真以为他是个瓜娃呢？咋？咋了？我可会看相。就这一刀划划，哼，有一人之相。啥？这一人之相吗？当然了。哎，你信不信？他比猴都精。拿他，我能给咱换匹好马。切，就他，换匹好马？好汉，你在哪里？你听着你吗？带！咦，没得喊，给咱送马的来了。哼，小王，拿着，把他看好，不让他乱跑。他要是敢跑，崩了他！上去，咱们谈谈。对，千万别开枪，我这就上去了。好汉，好汉，我可是一个人来的，家伙都没有带，咱们谈谈。兄弟，多谢高抬贵手，不然我头上这一枪，脑浆子早都凉了。有啥条件，说吧。那个一刀划划，好汉，你把他还给我。论辈分，那可是我亲亲的舅。哟，既然是个长辈，那这条件……哎，你别，可千万别讹我。那是这，你们打死我一匹马，用你舅给我换一匹新马，就这。换马？啊，兄弟啊，我舅可就是个盗马贼出身，没马的。可是我现在真没有马呀。咋？我这支马队是哥老会杜大爷的，马是哥老会的呀，我根本没马。你老实说这半天你没马呀？你这是干什么吧？马没了，我送你个美女，成不成？啥？美女？对呀，我用美女换我舅，人我都给你带来了，你先看上一眼，带上来。就这，美女，带，请好汉验货。把风嘴部给我取了！哎，这可不敢，它咬人嘞！你看看，咔嚓一嘴，差点给我咬碎了，那跟狼一样。
这是你绑的肉票吧？没错，一乘小轿从我山前经过，此山是我开，绑了他再说。没想到，这绑到手里了，反倒砸到手里了。那咋砸手里了呢？兄弟，他信啥叫啥，人是哪他哪家的，他咬紧了牙关，死是个不招啊！这我找谁赎票去呢？这不砸到手里了吗？他就一个人？还有几个保镖，一帮罗枪，全都鸟兽散了。兄弟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本来想把他压寨的，可是刚一上炕，他就掐得我翻了白眼啊！哎呀，这个野女子，兄弟，也只有你这样的好汉才够受用啊！怎么样？你把我就还给我，再给我3根金条，美女，归你了。3根金条，2根行不行？我没有金条。入云龙，这个名号怕是道士出身吧？唬他一下。兄弟，响罗镇客栈里，哎，金条，我就都亲眼看见，你还赖账呢吗？啊？哎，咱俩成交了没有？你说嘛。老哥，你也是衡阳人吧？当然。这衡阳灌的井水，据说是甜得很啊。你啥意思？你嘴角藏有阴阳暗印，眼角自带八卦风云。当年你在衡阳观里当过挑水的小道士，对不？兄弟，高人呀，高人！高人不是我，是你舅。谁？一刀划划。姐，娘，这不就是个瓜娃吗？你干嘛当匪啊？姐，你要是不拿枪，真就跟观音菩萨一个样子。你说你手里攥个火枪干嘛嘛？你把枪给我啊！嘿，这好嘛，还真是个猴啊！姐，踢得好！你一脚踢到我天门阵上，你是我祖奶奶穆桂英啊！你给我老实点！老师，啥？我就是魁禳星转世的，那你还不信是他？呀，看着不像是吧？啊！老兄，我这枪法咋样？兄弟，神枪啊，神枪啊！你头上这一枪，我本来要100发100中打到你眉心正中的，结果打你帽筒子上了。你说为啥吗？为啥？你舅魁禳星显相，我手抖了呀。他显相了吗？咋显的？呀，他是不是双眼暴徒？对，那是双灵夺豹呀。啊，那是不是门池败落？啊，那是阔口出粮呀。啊，大义之相呀。那是28宿的魁禳星，那天兵天将呀。真的吗？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条贱命全靠你魁禳舅罩着呢，你换不换？要换就是你舅。兄弟，我舅是不是魁禳？哦，就你这么胡乱一编，我也只能干听着。哎，我这美女可是实实在在的。2根金条，就这。那行嘛，我回去把一刀划给划了去。哎，兄弟，1根金条行不行？
你咋老说我有金条呢嘛？啊，那是这，来搜。真的？搜嘛。兄弟，我看这么着，你这条腰带，哥给你抖一抖，是不是金条没关系，抖出来啥算啥，成不成？咦，这不行呀！你少啰嗦，你把名句好好瞅一瞅。你就给了1根金条，你亏了吗你？苍天在上，我说话算话。我这腰带。抖出来啥算啥，大话不说，腰带。哎呀，对，给。哎，兄弟，这是干啥的？耶。这是传说中的轰天雷哦！哎呀，老哥呀，这还轰不轰嘛？哎，留着，给哥留着。哎。这要是甩到李涛星的头上，加上我就是魁狼，真的假的我给他这么一半，我看他李涛星还敢掏我的蛋吗？兄弟，美女，归你了。哎，我救了。小伙过来。救！我亲你救！哎呦！我娘啊！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！大姐，你是啥人我也不问了，哪来哪去。这是5块大洋，你拿着。哎，兄弟，你怎么把他不要了？闭嘴，只有你啥事呢？这些匪子都盯着你呢，赶紧走！走，你还愣着干啥？走呀！咦，这还是个豹子精。景北，等等又召回海龙源了。小慧，咱俩已经囊空如洗了，我还是把你送回海龙源吧。你到学堂里混饭去吧。你闭嘴！要不是你见了女人走不动道，再凭啥囊空如洗？你老实说，你白花花大洋，为啥白白送给了那个女妖精？你看上她了？你身上那6根金条，你咋不一并赔给她？我留着金条娶婆姨呢。你留着干啥？我留着金条娶婆姨呢，你咋？还娶婆姨？你算了吧！共产党的金条，你个共产党员不敢花，你要把咱俩饿死吗？大姐啊，我傻呀！你划我一刀，我不知道疼呀！小红啊，翻过前面这道梁就到3星窟了，咱们就在那落脚吧。嗯，你坐稳啊！
红啊，倒杯茶喝。哎呀，天红啊，这共产党苦啊！哎，你主意变了没有？还想不想参加嘛？共产党苦吗？我看你都快成大爷了。千里的那个雷上有万里的山，嘿呦。千里的雷声，万里的山。